蔡英文上台后不断宣称要台建台造和潜艇自造。2016年底，台湾防务部门正式为海昌计划，也就是潜艇自造计划编制预算，计划建造8艘排水量1200至3000吨级的常规动力潜艇，并且掌握建造先进潜艇的相关产业。不过，台湾既缺装备零件，又没有技术经验，只能靠外力来帮忙。近日，路透社爆料，包括美、英、澳、印、加、韩以及西班牙在内的至少7个国家，正在秘密协助台湾造潜艇。台湾岛内军事专家还煞有介事地给7国分了工。澳英美联盟成员国协助构型设计及输出红区装备。印度、韩国提供技术支援，使用柴电潜艇的加拿大、西班牙是技术合作伙伴，提供咨询服务。而在路透社爆出7国援造消息后，被点名的国家都急着摆手否认。韩国第一时间站出来连说我没有，称青瓦台正调查谁违法给台湾提供相关协助。台湾联合报揭露更多细节，说有的国家担心技术和设计被台湾获取，派出特工向参与项目的工程师施压，迫使其离职回国。有评论指出，各方都不傻，他们很清楚，一旦消息公之于众，将承受中国大陆怎样的压力。帮助台湾以武谋独，注定失败；支持台独分裂势力，必会玩火自焚。这可绝不是一句空话。那么像现在公布的一些国家，我们不管它是不是真的有对这个中国台湾地区造潜艇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涉及，那么他们呢现在害怕中国大陆对他们进行制裁，所以呢他们只能去连连否认，打死都不能承认，跟这个中国台湾地区造潜艇是有关系有涉及的，绝对不能承认的。所以说这个真正的猫腻也就在于此。蔡英文上台以后，就启动了台湾的潜艇自造计划，目标是打造8艘潜艇，试图发展不对称战力。那么，台军这8艘新潜艇真能成为以武拒统的关键装备吗？张先生，我觉得如果说这8艘潜艇按照计划能够尽快的形成战力的话，可能会对我们解放军未来的军事行动产生一定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潜艇它的隐秘性比较强它这个通过在水下潜入，能够对我们的水面舰艇甚至对我们近海的一些目标实施攻击它具有一定的威胁。但是我觉得这种威胁是有限的首先就是我们大陆目前的反潜能力在大幅的提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台湾海峡或者台海周边的这个环境也不适合潜艇的这种作战。台湾海峡它的水深平均只有60多米，最深的也不过是80多米，那么它不利于潜艇的这个作用的发挥。也就是说，潜艇它在主战场这个方向难以发挥有效的作用。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台湾的这些潜艇自造的计划是不是能够如期完成，存在着很大的变数。它的这些关键的部件，包括技术，主要还是从这个国外这个进口的所以我觉得台湾的这种所谓的潜艇自造的这个计划，更像是它一个自己给自己壮胆的这样一个项目，它未来很难发挥实质性的这种作用。有岛内媒体报道，台当局幻想将潜艇当作以武拒统的所谓王牌，水下战力一旦成规模更新，完全可以利用台湾以东海域的深水区活动，伺机攻击大陆的登陆舰队，拖延解放军从东部发起进攻的时间。请教一下石先生，为何说这是痴人说梦呢？我们一定要清楚的一点是潜艇作战可不是简单的有了潜艇呢就行了，它是需要一系列的条件支持的。你比如说，潜艇基地得始终保持完整吧。如果潜艇基地呢被摧毁，那等于是老窝呢就被端了，那潜艇还如何呢去进行加油装弹那后续呢就无法去进行作战了嘛。而台湾地区呢要想保证潜艇基地的安全，根本不可能解放军呢是随时可以掌握制空制海权的，打击潜艇基地这样大型的固定目标能力非常强大那么再看一下。潜艇通信最有效的是水下通信，那就是长波通信。而长波通信系统呢，台湾地区现在是空白。既然水下不可能，就得上浮。如果说上浮，那就等于找死。特别是解放军现在的反潜体系越来越强大，
而且呢越来越完善，是立体化的，有空中的反潜巡逻机，还有呢像反潜直升机，以及呢水面舰艇，还有水下的潜艇。那这样的立体反潜体系啊，那不是呢台湾地区呢简单的几艘潜艇呢就能够对付的。所以啊，它再怎么发展潜艇啊，没有什么用啊。在台当局的潜艇自造计划中，有着庞大数量的红区装备需要国际采购。此前，台军方多次表示，这些红区装备都买到手了。这次弊案的曝光是狠狠地打了他们一个耳光。请教一下石先生，您觉得台军方为何不断欺骗民众？他们的谎言还有多少？台军方呢以及台当局啊，只有不断的欺骗呢岛内的民众，才能够呢让岛内的民众支持他们。因为呢这样的话，岛内民众信息闭塞啊。就只有呢听他们的，才能够容忍他们去花大把的钱买美式的武器装备，同时啊自己呢也发展了一些武器装备。如果说把真相呢告诉岛内民众，那不炸锅了，那谁还敢再去支持他们花那么多的钱做无用功嘛？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呢，台湾军方啊，也包括呢台当局啊，他们最大的谎言是什么呢？就是呢说谎的最高境界，先把自己给骗了。最大的谎言呢就是啊。美国呢一定是支持他们的，如果说台海呢发生了冲突或者战争，美国呢一定会出兵介入的。这就是说他先是实现了自我催眠，自己呢相信了这个谎言，然后呢他再去骗岛内的民众，那就骗的呢是脸不红心不跳，因为呢他自己先相信了这个谎言。